杨氏太极拳之 1.3 揽雀尾之3，按即四风四臂。这里所说的太极拳不是为了一般的表演以及纯粹健身的太极拳，所以不会告诉您手一定要动到什么角度，更不会去统一节奏，而是透过整套太极拳武术里的拳理，告诉您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，以及这套拳到底在告诉您什么。假如做错的话，在武术上会有什么后果？所以，假如您只是基本健身需求的话，这里可以跳过。严重警告：这里所有的动作最好请专人指导，操作时需缓和柔力，不可做不出来还硬做，这样容易造成对手的受伤。在前面我们初步说了整体的连结，以及棚里的变化，以及挤的特性。接下来就是按，以及一个非常特殊重要的四风四臂。在上一篇的最后，我们说到，我们在捋人家的时候被挤冲撞，要阻挡的话就非常困难，而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往左下或是往右下去盖，也就是所谓的按。这个按的段落里面就会有一个回带、下按、前推，而真正的焦点会是在回带、下按。这个可能又跟现在主流的讲解完全不同。现在大概都会把按解读成往前发劲，这样的话跟真正的捧的定义又有什么差异？因为是跟现在许多人所说的不同，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放下既有的见解，以逻辑来分析，看我说的对不对，合不合理。而且我现在所提的观念有点麻烦，很多东西是要透过学拳，整个学完之后，还要学习后续的推手、双推手、小捋、大捋之后，才会完全搞清楚。遇挤则按，上一篇我们说到了，被挤之后，对手就会一轮猛攻，所以最好的防止方式就是当对手要挤到未挤到的时候，就要赶快用按来化解。护肘做僵直，再是护肘。护肘要解决僵直，就是往前挤，对，往前挤，一挤就是那个。因为解除僵局就是挤，挤就可以把解除僵局。解除僵局之后，这个肘就会，解除僵局之后就，收一个手，它不是推不动，好，护肘，挤，对，挤，好，我挤到了这个观念也在杨澄普大师的书《太极拳用法图解》，有的名称为《太极拳使用法》，出现的地方就是在四正推手法。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来看，
现在有复原版，照片非常的清楚。在我们动作里面，那个回带就属于引进，往下按就是落空。当然的，这只是要您了解，真实的状况会多了好多变化，如往左下或是往右下带。而按的动作往往有时只是拍那么一下，造成落空，而后就往前攻击。这个往前的攻击就属于捧。踩一下，按。除了往回带外，当然还有加上起膝的攻击。关于按的起膝，不用怀疑，太极拳上有一个在双风贯耳的前招，不过有许多人的这招已经不见了。另一个则在推手练习里的小吕，活步四正推手，动态上回拉不够，还要退步，同时起膝。这个动作多数已经是行礼如仪，没有去探讨相关的动作原因。有空的话，我们会另外做个小吕的专题介绍。抬起来2抬。我想这样应该可以明了按这个往下按的动作重要性，只是现在这个解释几乎全部消失了。至于后续的往前推，就属于捧的范围，可以算是这个按的后续动作，更可以作为下一个重要的四封四臂前置动作。当我们用按来破解对方的挤的时候，对手察觉就会马上退回到重心的安全点，所以往前推是追击也是粘连，同时也是一个前置动作，要做下一个四封四臂。四封四臂也是一个消失颇久的名词，那就是我们往前推，然后转身的动作。一般打拳的时候，双手是伸直后转身，但实际状况我们会略有前后施力。我们做一个稍微夸张的动作来让您了解一下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平淡无奇，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。这个动作包含了踩跟裂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往前推的动作看成是踩的前置动作。然后来手接一下，拳头过来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一拳，做那动作。我脚另外这拳，那当然也可以往上，回来。往上面，也可以往下。裂用侧向力补助与正反方向的力，再加上转身，就可以成为完整的裂。做好后会成为一个非常省力且借力的摔。现在是直接，这就会凸了很多。哎，对，会有一点。其实也很好玩，当做法正确，时间点抓得刚刚好，一点都不会费力，
会感觉是双方配合好的。其实外面的人看也会觉得很呆，觉得是配合好的，不过这是真的。请注意一下，练习的时候请缓慢，在您抓的时间很准，角度非常正确，而且旋转非常到位时，只要力量稍大，您的练习的对手手可能脱臼断掉以及跌翻。不要说我没有事先警告。另外，这个式子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转身的时候，重心要从右脚移到左脚，从右弓部变成左弓部，这样才能造成强大的离心效果。这个不过，当您能真的做到正确，那就是借力。是的，这就是借对手冲过来的力量为你所用，也就是这一个式子要告诉您非常重要的事。假如一个没有借力的太极拳就不叫太极拳，其实前面的捋以及按都属于借力的范畴。当然的，这样就可以明确的知道单边的方向为什么是在180度的身后了。我们再从前面算起，相信您就会发觉捧、捋、挤、按、踩列都有了。那接下来呢？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用简单的方法来定义。捧往前的力量包含劈、捶、推等。捋顺势往回拉或往回带的力量。挤粘连撑开的力量，重点在改变对手力量的方向，不管是防卫或是攻击，或者挤压对手活动的空间。按往下的力量常作于落空。踩抓住擒。列一般为横向力量，带往复以及带旋身，会让对手有旋转的感觉，以及会造成离心的效果，使对手摔倒或是骨头断裂。假如您能接受这个观念，就会知道太极拳事事都由这几项组成，那整个太极拳的威力将会大增。我们将于后续呈现威力是如何的大增，让您知道杨无敌为何是杨无敌。我非佛教徒，但下面这个禅宗的故事我推荐您看，记住这个故事就好，不要去想它合不合理。这个故事将会在您学这套太极拳的路上经常出现。星云大师全集335放下自在，连结会在影片视窗下方的说明里面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。放下自在这个故事的大意是，佛陀一位弟子在深山行走，不小心掉下了悬崖，在匆忙之间他抓住了一根树枝得以保命，一直大喊救命。在此同时佛陀刚好经过，然后他就跟佛陀求救。佛陀说：好，我救你可以，可是你要把你手上的树枝放开。这个就是故事的大意。太极拳有趣的地方是在一段时间后，您的体会将会有所不同。尤其太极拳其实是要您放掉既有的习惯跟观念，所以如何放下将是您重要的课题。最后补充一下，按跟捧其实是相辅相成，除了前面的落空之外，若对手没被落空，还可以往前推，也就是捧。这时借到的力量可就非常的可观，也是这趟拳的核心要告诉你的事。假如您对我们的影片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 YouTube 的搜寻里搜寻有趣的武术，或者点击荧幕左下方圆形图像，就可进入频道页面进行查看影片。